大家好，我是老 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的话，我们来快速上手一下这把爱国星的全铝合金3模键盘，而且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只要299块钱。键盘附赠有防尘罩、数据线，这个行插线的话是前一签名下单才有的送，最后还有一本说明书。整个包装的话是比较简陋的，可能我这个是送测版，后期的大货会再优化一下这个包装。以后来看到键盘本体是一个带旋钮的75配列 ，F 区之间没有做分隔，而且右侧的4个功能按键和方向键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布局，我个人觉得就有点太过于紧凑了。我宁愿牺牲3个功能按键，把布局再稍微打散一下，整体会显得更加的美观一些。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上下边框是不对称的，上边框比下边框要窄很多，整体的观感就说不上丑，反正就怪怪的。键盘的上盖、外加底壳都是冲压出来的，冲压更适合这种比较薄的铝合金外壳加工。键盘表面的喷砂处理做的还行，手感的话比较丝滑，但在转角处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挤压痕迹，只能说受限于冲压的工艺以及成本问题这是无法避免的。考虑到价格因素，这把键盘的颜值我觉得还是远超及格线的水平了。键帽方面是一个全透的 PC 键帽，接近 OEM 高度 ，F 区是 R3 高度，虽然没有脚撑，配合键盘自带的一点坡度，输入的体验感还是比较趁手的。这套键帽内部没有加强筋，而且透光性也非常不错，有点洛斐那套键帽的感觉了。但表面的喷油印刷凸起感就有点太过于强烈了。寿命的话就取决于油墨对于 PC 键帽表面的附着稳定性了，这个短时间是没有办法测试的，需要交给时间来验证。轴体的话用的是爱国星的皎月轴，是一个全 PC 的透明轴体参数我就放这里了，需要的话可以截图参考。这个轴的话，对比凯华的滨海精灵轴无论是在透光性还是顺滑度方面都非常的接近。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致性做的不太好个别的轴体的油就稍微给的多了一些，甚至润出了段落感。这个的话还得后期厂商去控制一下轴体的长润大件的表现非常稳定，用的是圣熊猫配色的微型轴，到手不用做过多的调校，可以打一个90分。键盘灯光方面全透的轴体加上键帽肯定是不会差的，亮度表现优秀，在正常的环境光中也没有问题，在快门60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频闪，灯效过渡的话比较生硬，这方面也是键盘可以提升的一个地方。接下来就对键盘做一个拆解了，从正面的4颗螺丝下手，上下盖之间是没有卡扣固定的，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到无损拆解。夹心棉是硅胶材质，底部还有一张9毫米左右的珍珠棉，可以看到这里还预留了一个电池仓位，对应 PCB 上也有额外的电池接口。我这里也试了一下，把电池接到另外一个接口上，也是可以正常点亮键盘的。这就意味着这把键盘是可以后期自己购买电池来安装，升级成80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的话也会翻倍键盘底壳的厚度在 1.3 毫米左右，最厚的地方有 1.7 毫米，在边角处的话也有比较明显的冲压痕迹。轴座的话是加热龙的，主控原本的励志提供的方案，在无线连接的稳定性上，我拿来打了2把游戏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延迟或者卡键的情况。接收器和键盘距离半米左右，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最后总结一下这把键盘，299的售价，外加素质非常不错的轴体和全头键帽，而且是一把3模的全铝合金键盘，这些词加在一起就注定了它是一把性价比非常高的键盘。但是299的售价也注定它不可能在一些细节方面做得非常完美，整体的做工瑕疵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 logo 贴得有点歪，边角的冲压痕迹非常明显，而且外壳也是有一定的瑕疵。但只要你能接受以上这些不太影响使用的小问题这把键盘就会是一把299价位非常值得考虑的铝合金键盘了，它的质感绝对是同价位塑料键盘没有办法比的。好了，那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